战印都这样说了，海玲没有再说什么，帮儿子戴上了一次性的手套。饭后，战印又帮着妻子收拾碗筷，回厨房清洗。海玲在妹妹面前不停地夸赞着妹夫的好，让妹妹一定要好好的对战印。她最怕因为自己失败的婚姻，让妹妹对婚姻也生出了失望之心。周鸿林是渣男，不代表所有男人都是渣男的，天底下还是有好丈夫的，只是他海玲命不好，没有遇到而已。海童无奈的道：姐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一天在我面前说800遍他的好话，我进去帮忙洗碗吧。说着赶紧进厨房去了，免得姐姐又在唠叨着战印多好多好，让他好好的对战印，说的好像他平时都在欺负虐待战印似的。沈小军在一旁偷笑。战印刚想洗碗，听到脚步声，看向厨房门口，见是海童，他说道：我洗吧，你坐一会儿，准备一桌子的海鲜大餐，挺累的。考虑到你要过来吃饭，我才准备这么多样的。海童直接把他挤开，你出去坐着喝茶，我来洗，你大姨姐怕死我虐待你，欺负你，整天在我面前念叨着战印是个好男人，你要好好对他，这话我都听得耳朵起茧了。战印没有跟他争着洗碗，洗了洗手后认同的说了句姐是过来人，感受深，看得也通透，没有说错话。你姐夫出轨的证据我带了过来，还放在我车上，要不要现在拿给你姐？这么快就收集到证据了？战印嗯了一声，说道：我那个朋友打探消息很厉害的，办事效率极高。他是不是开侦探社的？性质差不多。苏家的确有人是开侦探事务所的，不过苏家打探消息并不依靠着侦探社，他们家神秘的很，与 A 市的货家差不多的吧。你上班之前再拿给我，我等会给我姐，她今天找到工作了，正在高兴的时候，不扫她的兴吧。好，你那个帮了忙的朋友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请他来我们家吃顿饭，或者去酒店吃，总要感谢一下人家的。战印说道：我晚上就请他吃饭，你不用操心这个问题，咱们不会欠他的人情的。晚上他有个饭局，苏南自然得和他一起去。苏南，这就是请我吃饭了。也行吧，谢谢你。小事一桩，我也希望你姐能成功的从周家挣脱出来。就周家那样的极品，配不起她的大姨姐。战印话是这样说，眼神却落在海童身上，没有移开。海童停止手上洗碗的动作，转身正面面对他，说道：你这样看着我，让我觉得你并不想要我的口头上道谢，要不又亲你一下。战印眼神转身，海童笑，算了，还是给你送只展翅雄鹰吧，预祝你在职场上一飞冲天，成为人上人。战印他想要他的亲一下，可他说不出口。眼见他转过身去继续洗碗了，战印沉默好一会儿，终究是闷闷的出去了。平时他有机会都会调戏他一下，此刻却不调戏他了，可能还是那几天冷战的原因吧。战印在外面略坐一会儿，就要回公司上班了。海童刚好洗好碗筷出来，见他要走，逐跟着他出去。他闷不吭声地从车上拿下了那只大信封，回身递给海童，沉声说道：都在这里了。海童接过了周鸿林出轨的证据，想再次道谢了，对上他那深沉的黑眸，海童四处张望，但见有人，只得放弃了想法。你路上开车小心点，到公司后给我发个信息，让我知道你平安。战印抿抿唇后，低沉地应了声。上车后，他还深深地看了他2眼，才开车离开。海童站在原地看着他远去的车子，觉得他们之间变得有点古怪了，有点爱情的样子。或许他可以不缩在龟壳里，可以再次伸出头去，尝试一下爱情的滋味。半年之约还未满吗？还有机会的呢。这样想着呢，海童便掏出手机，在微信上给战印发了条信息，告诉他：刚才想亲你的，路边有人，我就不敢亲了。信息发过去后，他并没有等到战印的回复，略顿了片刻，海童就拿着大信封回店里去。周阳在妈妈的怀里睡着，沈小军抱着2只小猫咪在逗着玩，见海童进来，问了句：你家那位走了？
到时间上班了，他工作很忙的，晚上经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家。海童也摸了摸2只小猫咪，战印一送便是2只布偶猫，对他其实是真的很好。宠物狗也很可爱嘞。有了宠物们，他等会儿上网购一点狗粮回来。姐，那里有张小床的，让洋洋在那里睡会儿吧，不用抱得那么累啊。海童上前去接抱过外甥，也把大信封给了姐姐，说道：“这是战印托朋友帮忙收集到的证据，周鸿林出轨的证据。”海灵顿觉得大信封如同千斤重，他深吸几口气，便伸手入内，从信封里拿出那些相片。除了相片，还有小三的资料，以及周鸿林送给小三礼物的那些票据，票据是复印的，纸张上则打印了那些礼物的图样以及价钱。一张张的看着那些相片，虽说没有床照，但他们俩亲亲密密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一对恋人，足够刺痛海灵的眼。小三的年纪和海童差不多，长相漂亮，身材苗条又火辣，男人找小三大概都是找这个款的吧。叶佳妮，小三的名字。再看那些礼物的票据图样，海灵更觉得刺眼，也觉得讽刺至极。她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，为周鸿林生儿育女，用心经营他们这个小家，却要被周鸿林骂她天天啥事都不干，就知道花钱，给她的生活费只有3000块钱，现在更是与她 AA 制啊，不知道多久没有送过礼物给她了。他是连儿子的奶粉钱也只肯出1200的人，但给叶佳妮买礼物专挑贵的买，最便宜的一对耳钉都要几千元呢。姐，海童担忧地叫了姐姐一声。海灵死死地咬着下唇，没有再让自己落泪。为了周鸿林，她已经哭过，不想再为他落泪了。她的泪水也不能再换来他的心疼，她何苦哭肿自己的双眼？姐没事。海灵把那些东西重新塞回信封里，故作坚强地道：“姐现在的心情平复了很多的，又不是现在才知道她背叛我。”彤彤，海灵把大信封递给妹妹：“你帮姐保管着这些证据，我要是拿回家里去，被她看到了，她提前转移财产什么的，与我不利。”好。海童接过了大信封。海灵冷静的道：“我就按你说的，先装着不知道的样子，等我工作稳定了，我再提离婚，该我的我都会争取，绝不便宜他们。”婚后呢，他是没有在工作，但他也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。结婚之后，周鸿林的收入属于夫妻俩的共同财产，他就要争取分到他的存款，把他气死。还有，现在他们住的那套房子的装修都是他出的钱，他也要周鸿林把装修费还给他。姐，我支持你。海童握住姐姐的手：“姐，有我呢，你只管去战斗。”彤彤，海灵拥住了妹妹。那从她15岁开始，父母双亡，姐妹俩就相依为命，一路走到今天。她不会被周鸿林这个渣男打倒的。海灵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她松开妹妹，拿出手机看了来电显示，是周鸿林打来的。默了默后，她接听了：“海灵，你在哪里？”周鸿林一开口就是质问，整天不着家，我妈和我姐过去，连门都进不了。海灵淡冷的道：“你不是给了你妈一把钥匙？因为有钥匙，公婆以及大姑姐想过来就过来，有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在他们的眼里，那房子是周鸿林的，他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是房子只写了周鸿林的名字，还是婚前就买的，的确属于周鸿林的。但装修钱是他出的，要说他一点份都没有，他是不认的。离婚时，周鸿林不把装修费还给他，他就把房子的装修全都砸了，连墙壁的灰都铲干净，也不便宜周鸿林。我妈忘记带了，你现在哪里？赶紧回去，别让我妈久等了。还有，你回去的时候，去市场看看还有鲜活的虾和蟹买不？买几斤回去，晚上做给我妈和我姐吃，她姐最爱吃海鲜的了。海灵淡淡的道：“你把钱转过来，我就去买。”其实家里有海鲜，妹妹分了很多给她的，但海灵不想做给婆婆和大姑姐吃。买几斤虾要多少钱？
婚后你一直都是我养着，就那几斤虾的钱还要我转给你。海玲，你说你除了会吃，还会做什么？没钱买，你跟你妹妹拿钱去买。我没钱，我妹妹没有欠着你的，你妈和你姐要吃，凭什么让我妹妹出钱？周红林，婚后这3年多，我是没有上班赚钱，但我也为这个家庭付出了，没有我在你背后的付出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你在事业上能有今天吗？你不给我转钱，我是不会去买的。还有，你给我转钱要算上人工费，你说的。我们 AA 制，那是你妈和你姐，我没有义务做饭给他们吃，你让我做饭给他们吃，就要给我算人工费。看在咱们夫妻3年多的份上，我只收你200元的人工费。周红林电话里骂道：“你就知道花钱，知道吃，看把自己吃成了个胖子。你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？我毛都没有看到你付出。我事业上有今天，那都是我努力的结果，少给你自己抢功了，还算什么人工费啊？我妈不是你妈，有哪个做儿媳妇的做饭给婆婆吃还要收钱的？说出去你能被别人的口水淹死。钱不到位，我不动手。”海玲说完就挂了电话。周红林被妻子挂了电话，气得就想摔手机。记起他这个手机刚买没多久，还是和叶佳妮的新手机同款。他是一次性买了2台新手机，他和叶佳妮1人1台的，就舍不得摔手机了。死肥婆，等杨洋可以上幼儿园了，我就休了你。离了我，就你那副鬼样子，谁要你？看看你还作死不？周红林在办公室里骂了海玲好一会儿，最后呢，还是给海玲转了500元，让海玲去买海鲜，但要求海玲买了海鲜后要有收票，晚上她回家要看票据的。他让你回去做饭。海彤等夫妻俩结束通话后问道：“我那好婆婆母女俩又来了。周红英很喜欢吃海鲜，海鲜贵，他们在家里是舍不得吃的，每次都是过来时让我买回来做给他们吃。来一次住上3、5天，天天那样吃，要花不少钱。”周红林总以为我乱花钱，要不是他的家人老是过来给我3000元生活费，我是绝对够的。海玲并不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。姐，你要回去给饭给他们吃，不打草惊蛇，再忍忍也无妨啦。海玲绝对是个能屈能伸的人，要离婚她就先得有底气，未开撕时她都会忍着。姐，我给你的那些海鲜，不给他们吃。海玲直接打断妹妹的话，说道：“商小姐送给你的那些海鲜都是很好的。周红林就给我300元买海鲜，200元是我向他收取的做饭人工费。300元能买多少啊？现在下午了，海鲜也不如早上那么亮，有什么货就给他们吃什么货。你给我的那些海鲜，我可舍不得为了他们啊。”他回去后还要把妹妹送给他的海鲜藏起来，免得周红英走的时候又顺走了。姐看着办吧，就算不打草惊蛇，姐也不要再被他们欺负了。海玲说道：“自从我上次操着菜刀追着周红林跑了5条街后，就不再怕他们一家子，都是极品。等杨洋醒了再回去。”海玲嗯了一声，婆婆没带钥匙，进不了门，那是婆婆的事，她是一点都不急着回去开门的。周洋睡到下午4点才醒来，期间周红英打过2次电话给海玲，质问海玲怎么还不回家。海玲凉凉的应他：“我在我妹的店里，杨洋睡着了，等杨洋醒来再回去。你们要是等不及，可以过来跟我拿钥匙了。”气得周红英直接挂电话。催了海玲2次还没有把海玲催回来的周红英被气得挂电话后，对母亲说道：“妈，海玲在她妹妹的店里说什么杨洋睡着了，要等杨洋醒来才能回来，让我们过去拿钥匙。”周母皱着眉，语气不爽的道：“杨洋睡着了，他可以抱着杨洋回来的。海童有车，开车送母子俩回来也不用多长时间。觉得儿媳妇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母女俩在门口等着。她就是故意的吧，故意让我们俩在这里等着她。”周红英也是这样想弟媳妇的。以前妈也是过忘带钥匙的，她要是不在家，打一通电话给海玲，海玲就会赶回来开门。哪像这一次让我们等了那么长时间。妈，我觉得是他们夫妻俩干了一大架后，海玲态度就变了。周母嗯着，
估计是吧。周红英骂着海玲上次把我们家红林打成什么样子，一直不肯去接红林回来，还得我们劝着红林回来，我们都是为了洋洋啊，要不是为了洋洋，直接让红林把他赶出去了。房子是红林的，真惹怒了咱们就让红林把他赶出去吧。以前的海玲看在丈夫的份上，很是包容着大姑姐，饶是那样还是老被大姑姐指责挑刺。现在周红英看海玲更是不顺眼，恨不得让弟弟马上把海玲抛弃了，离婚了，以他弟弟的条件还能娶到像叶佳妮那样的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海玲离了他的弟弟，还有谁要她？想再嫁，除非嫁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。你这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好，别真到红林面前去说。周母心里对海玲是有意见，为了孙子，还是不想儿子儿媳妇家庭破碎的，警醒着女儿，免得女儿又在儿子面前说儿媳妇的坏话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小宝在家里也不知道会不会哭闹。周红英这一次过来并没有带着儿子，因为他儿子病毒性感冒还没有完全好转，这种感冒带着传染性，他父母怕他带着小宝过来会把病毒传染给周阳，就不让他带着。周母说道，有你爸呢，小宝已经退烧的了，咳嗽没那么快好，不过还有传染性，等他好了，下次我们过来再带着他。周红英撇撇嘴说道，爸妈还是更偏疼着杨洋，小宝都退烧了，还怕小宝把病毒传染给杨洋，不让我带着他过来。一落就被他妈戳了一下脑门。周妈说他杨洋姓什么？他姓周的，是我周家的亲孙子，小宝是姓任的，外孙带着个外字呢，还能跟我亲孙子比？再说了，杨洋出生到现在，我这个当奶奶的都没有带过他一天，每次过来就是逗着玩会儿。你的3个孩子从出生开始，就是我和你爸帮忙带着，你就知足吧。你弟每个月给我5000块的生活费，也是花到了你这个家里。你弟夫妻俩大度不和你计较，你别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，还好意思怪妈偏心杨洋。小宝那是病毒性感冒，会传染人的，他想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，你都不让他出门，怕传染了别人家的孩子，到了自家的亲侄儿，你就不怕传染洋洋了？周红英忙挽住母亲的手臂，撒着娇说道，妈，我错了，我说错话了。成不，我这不是舍不得和小宝分开吗？我们明天才能回去的呢。小宝才多大，在生病期间和妈妈分开，我心疼他吗？啊，杨洋是我的亲侄儿，我也只有这么一个侄儿，自是疼他的，在我心里，杨洋和我儿子一样的。下次别再说这样的话，太寒人的心。周红英叠声应着，妈，我保证不说了。他也知道父母是帮他最多的，要不是父母帮着他带娃接送孩子，海玲没有人帮忙带娃，不得一直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以至于没有收入，才会被他们一家人踩得死死的。母女俩又等了好一会儿，海玲才带着儿子回来了，跟在母子俩后面的是海童，海童手里还提着一袋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海鲜。周家母女俩看到海玲时，本能的就想骂人，但一看到跟在后面的海童，母女俩想骂人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上次家暴事件后，周家母女俩去找过海童，结果被海童对得落荒而逃，对海童便有了点阴影。杨洋，周母很快就笑眯眯地迎上前去，从儿童手推车里抱起了周阳。杨洋，奶奶可想你了。周母抱着孙子，就在孙子两边脸上猛亲。奶奶，杨洋被亲了好几遍后，抬起小手擦拭着被奶奶亲过的地方，叫了奶奶一声。周红英捏捏杨洋的脸，笑道，一段时间不见，杨洋脸上的肉都多。这闻言，周红英就要对海玲长篇大论，被母亲悄悄地扯了扯100，她才愤愤地熄火。海童帮着姐姐把儿童手推车推进了屋里。刚刚听到周红英说她姐也该出300块钱买海鲜的话，海童都要气笑了，没见过这么奇葩的人。妈，周红英等姐妹俩都进屋后，低声说着母亲，干嘛不让我对死他？吃我弟的，住我弟的，花我弟的，我们过来吃餐饭，还和红林分得那么清楚。你弟现在和海玲是 AA 制的，我们是红林的家人，过来吃饭，海玲这样分。
也符合他们的 AA 制。你对着他生气了，还要不要他帮你接送孩子，给你孩子做饭吃？周红英一想到今天过来的主要目的，熄了火，但还是嘀嘀咕咕的，觉得弟弟有老婆等于没有老婆，觉得海玲太不把婆婆和大姑姐放在眼里了。彤彤，学生们快下课了，你赶紧回店里帮忙吧。姐这里不用帮忙的。海玲催促着妹妹离开。姐，我有点不放心。不用担心，姐不会再忍着他们的回去忙你的吧？姐真有事定会打电话给你的。海彤还是不太想离开。你经常有事总是让小军看店，就算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，老是这样子也不行的。你赶紧回去看店，帮忙卖东西。小军理解的，他都让我先帮你的忙，店里不用担心。你不能因为他不介意就老是这样做呀，那样多不好。快回去吧。姐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，没事的。他们敢欺负我，我不介意操着菜刀追他们几条街。海彤被姐姐这样催促着，只得说道：姐，那我先回店里去。就是你不用做太多事情，对得起200块人工钱就行了。那是自然的，白给他们当了3年多的保姆呢，保姆还有工资领呢。我是没有工资领的，还要被骂，然后只知道花钱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都心死了，哪里还会再容忍下去？你给我的那些海鲜你先拿走，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。我想着藏在我房里的又怕坏了，干脆让你带回去放冰箱放着吧，别便宜了他们。在周红林坚持要与他 AA 制时，海玲就开始跟他们一家子斤斤计较的。好，海彤也不想便宜了周家母女俩啊。海玲把冰箱里的海鲜都让妹妹带走。海彤提着一大袋海鲜出门，周家母女俩才进来，看到海彤提着一大袋东西，看了好几眼，因为有几重袋子嘛，母女俩都没有看出来那是什么东西。海彤，你要走了，不留下来吃饭？周母笑着挽留海彤。不了，我店里正忙着，得回去帮忙。这样呀，那你慢走。周母还站在门口目送着海彤进了电梯，等电梯门关上了，她才回屋里，顺便把屋门关上了。海玲已经进厨房忙活，装着还不知道周红林出轨。她就像以前那样，只要婆婆和大姑姐过来了，都会在厨房里忙活。当然，她这一次是要收钱的呀。周阳在那个大厅里玩，他把装着玩具的箱子拖出来，然后把箱子里的玩具全都倒在地上，还不止一箱玩具呢。很快呢，大厅的地板上就到处都是他的玩具。周红英嫌太乱，叫喊着：海玲，你出来先收拾一下大厅。杨洋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。海玲走到厨房门口，看了看大厅的情况后，说道：先让杨洋玩一会儿吧，等会儿再收拾。然后又回到厨房里忙活。杨洋正是好动的年纪啊，玩了一会儿玩具，又去弄其他东西，反正就是把大厅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周红英皱着眉走到厨房门口，靠着门问着海玲：海玲，你给什么东西你妹妹带走？那么一大袋，可别把我们家红林买回来的东西都带走了哈。红林在外面上班那么累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你妹妹现在也嫁人了，有了她的小家，你要拎得清，不要当扶妹魔啊。海玲扭头瞪着他，面色冷冷的说道：我家彤彤不需要我扶她，不像有些人自己夫妻俩的钱都舍不得花，花着弟弟的钱，想吃什么好吃的自己也不花钱买，就专门去吃弟弟的。你被反对了一顿，周红英气得半死，狠狠地瞪了海玲好一会儿。周红英转身走开了。等弟弟回来，让弟弟查看一下家里是否少了什么东西，少了就是被海玲拿给他妹妹了啊。知道母亲和姐姐过来了，周红林下班后直接就回家。他一进门就看到乱七八糟的大厅，当即就扯开喉咙叫喊着：海玲，你看看大厅乱得像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收拾一下，洋洋的玩具撒得满地都是。你说你一天天的在家里都干些什么？什么事也不干啊。海玲端着一碗饭出来，准备先喂饱儿子再吃饭。听了丈夫的指责，她凉凉的应着：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干，大厅才乱成这个样子。周红林一噎：是杨洋弄的，小孩子都是这样的，
小宝平时也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我和你爸一天都不知道要收拾多少回呢。周母担心夫妻俩又吵架，忙说了句。周红林嘀嘀咕咕的说了什么，海玲没有听清楚。哎，周母这样一说哈，本想添把火的周红英识趣的不说话了。洋洋，周红林走过来，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。洋洋叫了他一声爸爸，就张大嘴巴等着妈妈喂他吃饭。今天没有包骨头粥给洋洋吃啊？周红林看到儿子在吃饭，随口问了句。没有。洋洋2岁多，可以吃饭了。吃饭是可以吃饭，要买点肉回来用炖盅给他蒸点肉汤水喝，否则没有营养。周红林又摸了摸儿子的头，小家伙长得颇像海玲，也有点像他。海玲又嗯了一声。最近他忙着找工作，母子俩中午都是在妹妹那边吃的。妹妹是给儿子包了骨头或者鸡腿粥的，今天则是虾粥，加了点瘦肉，味道很好。洋洋很喜欢吃。饭菜都做好了吧？周红林问着。做好了。海玲暂停喂儿子吃饭的动作，把买海鲜的票据掏出来给了周红林，说道：300块钱都买完了，你姐还嫌虾蟹都太小。周红林瞪他，质问着，我不是给你转了500块钱吗？闻言，周红英立即起身，快步而来，接着弟弟的话说道：海玲，你这是昧了红林的钱吧？还跟我说红林就给你300块钱，买不了多大的虾蟹。海玲头都不抬，继续喂着儿子吃饭，嘴上不咸不淡地提醒着周红林：我跟你说过了，来的是你妈和你姐，本该你自己掏钱买菜做饭给他们吃，你让我做的话，就得出200块人工钱。我可不欠着你们的，要白白做饭给你们吃，得不到半点好处，还要被你们指指点点，骂骂咧咧的。哎，往时他不就是这样吃力不讨好？周红林又是一噎。周红英看看弟弟的脸色，便知道海玲说的话是真的，她悻悻地回到沙发上坐下来，又不忿气地指责着海玲：海玲，你和红林是夫妻呢，夫妻分得那么清做什么？再说了，我和妈也是你的婆家人，你嫁入我们周家就是周家的人，一家人的让你做饭给我们吃，还要跟红林收人工费，这样子做还不如让红林请我们出去吃饭呢，还能吃得更好一点。海玲抬头看两眼丈夫和大姑姐，又自顾自地喂着儿子吃饭。AA 制吗？各过各的，谁也不欠谁的。他们让周红林提出 AA 制，是在花钱上 AA 制，不是在家务事上也 AA 制。可是海玲执行到底，让他们也无话可说吧，毕竟提出 AA 制的是周红林。当然，你们要是心疼给我的人工钱，以后你们过来了，尽管让红林请你们去酒店吃，我乐得轻松自在。他现在也不想伺候这恶心的一家子。周红林狠狠地瞪了他好一会儿，没有再和他纠缠下去，扭头对母亲和姐姐说道：妈，姐，我们吃饭。说着，他率先走向厨房，把海玲做好的菜端出来，放在餐桌上，就只有一盘虾，一盘蟹，青菜都没有。周红林忍不住问着海玲：就没有青菜？你就给我300块钱买海鲜的，没有多余的钱买青菜了。平时呢，他向他生活费的时候，他跟他斤斤计较，他多买1块钱的东西，他都会咬着不放，指责他花钱没有计较，就知道乱花钱。现在轮到他和他斤斤计较了，他给多少钱，他就买多少东西，真的是多1分钱的菜，他都不会贴进去。没事，红林，我和你姐也不喜欢吃青菜，就吃虾和蟹可以了。周母生怕这事又让夫妻俩闹起来，赶紧打圆场。周红林深吸几口气，压下自己的怒火，回身进厨房，用着3只大碗，把电饭煲里所有饭都分了个干干净净，然后把电饭煲放在洗碗盘那里，拧开了水龙头，装了半包的水，泡着电饭煲，这才端着3大碗饭出来。海玲，吃饭了。也就周母象征性的叫了海玲一声，那对姐弟俩都是自顾自的坐下吃饭。你们先吃，我喂饱洋洋再吃。海玲随口应着，这也是她的日常。自从有了儿子后，每次吃饭都是他们先吃，她得喂完孩子才能吃。
妹妹还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妹妹会提前给她留点饭菜，免得她喂完了孩子，剩饭剩菜都没有了。海童吃饭的速度是很快的，往往都是海童先吃饱，就赶紧过来接她的班，让她去吃饭。至于婆家人，他们只顾着吃吃喝喝，喂饱他们的肚子，压根儿不会管她的，好像她不会饿似的。妈，你吃虾吧。周红林给母亲夹了几只虾，又招呼着姐姐：“姐，你多吃点，都是你爱吃的。”周红英边吃着蟹边说道：“这次的蟹不是肉蟹，太小个了，没什么肉，也就是吃点味道了。”嫌弃的意味非常明显。周红林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下次我请你们去酒店吃，酒店的太贵了，你赚点钱也不容易，下次你把钱转给姐，姐去买回来让海玲做给你吃。”周红英一副为了弟弟着想的架势。也行，周红林想着就给海玲一点人工钱就行了，以后要买海鲜还是给钱姐姐去买吧。当然了，让姐姐去买，她给的钱就要多很多。姐姐爱吃海鲜啊，每次过来每餐都要求有海鲜的，海鲜又贵，她给钱姐姐去买的话，肯定不能只给300元。周家母子3人吃得津津有味的，虽说虾蟹小了点，但海玲的厨艺还行。事实上，姐妹俩的厨艺都练得不错，炒的菜味道都很好。很快，母子3人吃完了饭，2大盘海鲜也吃得精光，半只虾都没有给海玲留下。周母放下筷子，满足地用纸巾擦了擦嘴边，忽然说道：“我们都把菜吃完了，海玲吃什么呀？”随即扭头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我们一不留神就把菜都吃完了，你等会儿煎汁和包蛋吃吧。”海玲头都不抬，习以为常的应着，知道了。周阳也吃得8分饱了，再喂就不怎么肯张嘴。海玲哄着他又多喂了2口饭，他就捂住了小嘴，不想再吃。阳阳吃饱了吗？周阳摸摸自己的小肚子，奶声奶气地答道：“妈妈，阳阳吃饱了。”海玲微笑着轻摸一下他的小肚子，阳阳吃饱了。那阳阳在这里玩一会儿，妈妈去吃饭了。行。海玲起身，还是跟周红林说了句，看着阳阳。周红林没说话，只是走过去抱起儿子，让儿子在他的怀里玩着玩具。周红英收拾碗筷，与海玲一前一后进的厨房，看到电饭煲已经被水泡着了，周红英明白过来，心下得意，叫海玲嚣张，饭菜都没有了，饿死活该，嘴上却说道：“怎么饭都没有了？红林也不知道给你留一碗。”周红英把碗筷放下，本想让海玲清洗的，想了想后，还是自己动手清洗，又说道：“不过海玲，你都这么胖了，一餐不吃也饿不死，正好可以减减肥。”海玲不搭理他，清洗了儿子的碗后，他走到煤气灶前，揭开了锅盖，从锅里面端出了一碗饭，一碗虾和蟹，还有一小碟的青菜。